友走进天地美食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情感导师是如何帮助嘉宾朋友们走出情感困惑的吧。认识一下这对嘉宾，各位请看。小曹21岁，来自山东学生，有请。小徐21岁，来自山东学生，有请小徐，有请。欢迎两位啊！谈恋爱多久？1年多了。1年多了啊？是校友吗？是。谁追的谁啊？他追的我。对，我追着他。笑得那么幸福的啊！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啊？因为当时我在学校里面弄了一个小摊卖冰粉，然后我就在群里去喊一个人，然后让他过来给我帮忙，他就过来了。我们俩因为这个认识，一见钟情。谁钟情谁呀？我钟情他。后来呢？后来就把他追到手了。用了多长时间追到手的？用了1个星期。啊，听起来很甜蜜啊。这也算缘分，在你心里是不是觉得？行，这么好的缘分到今天，为什么而来呢？啊，主要是因为我感觉他最近有点无理取闹，然后各种撒娇。撒娇不是挺对的吗？谈恋爱女生还不能撒个娇啊？但是他这个撒娇就是，很难让我去接受，比较的过分。说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2个人开车从烟台，然后回我家，开了5、6个小时，特别的累。然后他就去拉着我去做美甲，刚好我有一对朋友，他们也是情侣，他们也要去做。我那个朋友他就帮他女朋友去挑选各种各样款式的。我因为太累了，然后就趴那儿睡着了。我醒来之后就已经做完了，然后他就埋怨我，为什么人家男朋友可以去帮他选择各种款式，我就睡觉了啊？对，就是做美甲，他要1到2小时，然后人家男朋友也没有睡觉，一直给女生又是递水果又是喂水，还给女生调出电视剧给她举着看，就你在那儿睡觉。那个男生也是跟你们一起回来的？哦，对，他们也是烟台的。也是开车回去的？他们是坐车，然后全程都是我来开的。哦，你是司机？对。他们是乘客？对。不心疼他吗？当时也心疼他，但是那人家都能做成那样，为什么你不能做成那样呢？但是我很累啊。但是你就不能帮我选一个美甲吗？我当时问他，你能不能帮在这2个美甲中给我选出一个，哪个好看？但是他说你随便。然后我就感觉很敷衍。我这是很相信你的审美，然后我要保存精力，咱待会儿还要去喝奶茶、逛街、看电影，这不都得耗费精力吗？然后他说随便之后就睡着了。这个算了，没什么，这就是小姑娘娇嗔一下，我觉得挺好。还有啥事儿你觉得不舒服、矫情了？还有一件和这个差不多，也是我这2个朋友。你这俩朋友是要弄死你，你知道吗？你这俩朋友怎么了啊？我们就一块儿去滑雪去，他就嫌我不帮他拿那个滑雪的那个雪具，跑过去教那对情侣该怎么样滑雪，他觉得我冷落他了。他就是当时人家那个男生就给那个女生又是穿鞋子又是拿工具，然后我呢，我一个人穿鞋一个人拿工具。那一对情侣也不会滑，他去教人家，他不教我。我那个朋友不能丢了自己的脸面，不能自己不会滑雪吧？然后我就先去教他，然后他再去教他女朋友，然后我就想等会儿再教他，没想到他就因为这个和我生气了。但是人家那个女生她不会滑，那个男生一直牵着人家的手，摔倒也有人扶。然后就他呢，他一直跟着人家小情侣在那儿，也不看我，也不教我。那我倒了也没有人给我扶啊。这个充分说明电灯泡是不能要的啊！谈恋爱就谈恋爱，稍微有个什么电灯泡，哪怕微光都不行。还有，我每次生气他都不哄我，就整天跟我讲那些大道理。我就想听，对不起啊，我错了，原谅我吧。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我怎么做，这件事你应该怎么做，这件事就是你错了。
可我不想听那些，我就想听你道歉。关键是，我认为咱俩要走很久很久很久，并不只是谈恋爱。你如果说谈恋爱，我哄哄你啊，好，宝贝别生气了，然后就完了，那下次你还会犯，那再下次就成一个死循环了，咱俩最后肯定走不到一块儿。我给你讲道理，把这件事情疏通了，是为了咱俩的以后，并不是单纯为了我自己。可是我在气头上，你给我讲根本听不进去，你必须哄我，把我哄得没有气儿了，你再给我讲大道理，我才能听进去。哎，你说最近他才这样，你有没有分析过什么原因啊？查找过原因吗，小子？啊，我感觉他这样无理取闹，就是不想让我当兵去。啊，因为我明年然后准备9月份去参军。啊，他这样无理取闹，我感觉他不太想我去。因为我从小就对这个部队生活挺向往的。家里有当兵的？对，我家里有亲戚去当兵的啊。然后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看《亮剑》啊、《我是特种兵》之类的这样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啊。所以你说一个好的文艺作品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的好，很积极。然后呢？然后我就每天都坚持锻炼，然后俯卧撑、跑步，然后我还去做了这个近视矫正手术。这是真做好准备了，对，投笔从戎是吧？对，哎，这挺好的。我就是舍不得他，因为我朋友，她的男朋友也是一个当兵的啊，然后他们也是好1年多了嘛，然后那个男生一个周才能联系女生1次，然后就能打10分钟的电话，这个女生呢，每天就会把自己的日常一条一条给这个男生发过去，发1个周能发好多好多条。但是那个男生他看不了几眼，他时间短嘛，然后打电话聊几句，一会儿就挂了。那我受不了他这样，他如果去了那儿，他一天他1个周才能联系1次，我受不了，他消息必须要秒回我。而且我感觉他不太适合当兵。对，你说说他怎么不适合当兵啊？他有些毛病啊，比如说他有起床气，很赖床啊。这个部队特别好治，起床号一响就得起床，回来你一吹号他就起来了。啊，还有呢，就是他很犟，他有什么意见他都不听我的，他就一直听他自己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去旅游，我明记得走那条路是正确的，他偏拉我去相反那条路走。我又犟不过他，我就只能跟着他走了。结果去了那边呢，就走错了。他就道歉说下次不会，他说下次还是这样。那他去了部队，他还能和他上级犟吗？上级说的就是命令。对，等他当兵回来就把你当上级了，就没事儿了，对吧？到了部队学会看罗盘，也不会走错了，这不是都是好事儿吗，姑娘？啊！我不想他走，他走了之后无法想象那个场景。他走之后我就一个人，然后我们1年多整天都腻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上学也在一起。他接我上放学，他突然走了呢，他没有人接我上放学了，也没有人和我一起吃饭了，那也没有人给我送好吃的水果，不给我包水果，也没有人给我买好吃的。呀，再说下去就是你活不了呗。而且你已经不小了，你又不是5、6岁的小孩，这些事情非要我带着你去干吗？没有我你吃不了饭，没有我你下不了课吗？对，必须需要你，你必须陪着我。我总有不在的时候吧，你要学会自己去适应一下。你不在我就要给你打电话，你必须要来。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这些好多事情你都要自己去学着解决。那你在我就要做小孩子啊。我是男朋友，不是你找了一个父亲去要照顾你所有的日常点点滴滴啊。那你要宠着我呀，你不能离开我，你要陪着我。我认为咱俩恋爱没有单方面的付出，但是我也给你自己的时间啊，你可以有别的时间可以干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的时间就是说，你给我发这么一大条信息啊，然后我需要一条的回给你啊。那是我的日常，你要点评一下，看我的日常我开不开心啊？我不开心你要哄我，开心的话你和我一起开心。这么多的事情你让我怎么去回？而且你日常发生的我已经知道了，我感觉没有很能激起来我心里安慰你的那个点，但是你又非得去让我安慰你。到明年9月份的是吧？对。那还早，有充分的准备。我想通过这1年的时间去加固一下我们的感情基础。哎，这挺好啊，这不是挺好吗？小伙子想的。他现在还挺好，他走了呢。不，
你给我明确一下，你是不放心他走，觉得他要走了，你们的恋爱就结束了，还是说他走了之后，因为你是一个不能独立生活、无法自立的女生，所以会有别的男生来照顾你，就丢掉他了？你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他走没有人照顾我，我不想他走，我只是想他照顾我，我也不想别人。你已经不小了，这些事情你难道说这个冷热水你都分不清？你没有这么小孩吧？那我感冒怎么办？感冒了你不会吃药吗？那没有人给我买药。你没有腿不会去买啊？我不知道药店在哪儿。没有导航？导航也会走错。问路会不会？不会。说话会不会？不会。你不在什么都不会。赖上了是吧？哎，你是打算嫁给他吗，姑娘？哦。非他不嫁吗？对。但是你既然想嫁给我，那我也要对咱俩以后有个保障呀。然后我退伍回来去完成咱俩的梦想，去开一个奶茶店，我当老板，你当老板娘，这样不好吗？那你平常找个班上2年也差不多可以开一家奶茶店。但是去参军是我的梦想啊，是我从小一直以来的梦想。但是你就不能陪着我了？你就不能满足一下我这个梦想吗？你的梦想没有我重要。你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想嫁给他。啊，对，你的梦想就是想嫁给他。那我们就想办法不让你这梦想实现，可以吗？你不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很残忍吗？会有点。那你不觉得你把他的梦想给他戳破了，你很残忍吗？是。是哈，这你女朋友以前就这样吧？她原来还没有表现得这么明显。哦，自从你说过要当兵之后就这么明显了。对，也可能是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啊，然后感觉就比较明显了。哎呀，如果他就是不让你走，你走还是不走？我会选择走的，因为无论是对于我们俩的以后来说，各种保障来说，再加上对于我童年的梦想，然后还有每一天的锻炼，然后做的这些准备，要不然就全都白费了。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人可以阻挡你步入军营的梦想，是吧？对。OK， 听懂了吗？咋办？你就不能为了我留下来吗？唉，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回答，来这儿了就不烦劳你回答了啊，交给4位老师去回答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国红兄，你就不能为我留下来吗？对啊，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我可以断言，这个女生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但我问一下女生一个问题：离开了这个男人，你就不能活了吗？因为你今天的行为明显就是撒娇，很可爱，但有点过度。我非常赞赏一个好男儿的好志向，因为这是他从小的梦想。另外，您说的对，到了军营以后，会暂时的没有了卿卿我我、花前月下，但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为什么？你说他身上不是有很多病吗？他刚才您说的所有的病，在军营里能治。他回到你身边的时候，天翻地覆。我可以断言，你就听大叔一次。如果2年以后他回来不像一个男子汉，铁骨铮铮，你找我算账，我陪你，好不好？我以为说你就听大叔一次，他一定会娶你，吓了我一跳啊！来，小鹏老师啊。女孩儿，我跟你讲，现在真的很多女生都撒娇，这个女生撒娇撒得好吧，一定会让爱情更甜蜜；但如果这个娇撒得不好吧，就变成撒泼了。我们都说谈恋爱是2个独立的年轻人在谈恋爱，最后独立的走向老去，一定是独立的。那独立的人一定是要能够做自己必须得做的事情。
如果你的配偶不在你身边，那可能你生病就得自己买药。即便他现在不去当兵，他未来总会有出差的时候，总会他也有生病的时候，他也有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不会，所以你必须要做到。同样还有独立的人有一点，越是相爱，越是要给对方留空间，因为你越紧密，对方的感觉就是越窒息。同样相信，如果你的男朋友天天这样黏着你，24小时，他也给你撒娇啊，我不要，我买不了药，我不要，我自己吃不了饭，我也不要，我不要你离开。那他天天这么跟你做，你也会死掉的。所以女孩，你想想，如果你真的爱他，你一定要尊重他想要做的选择。当你越尊重他的时候，他越愿意跟你在一起，因为他觉得你是对他最好的人啊。你对他最好，他还不选你，他难道要选别人吗？所以好好的去相处你们的关系吧。要当兵，好好当兵。然后女孩，你也好好学做一个军嫂。我身边有好多军嫂，我的好朋友是军嫂，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同事都是军嫂。我会发现他们身上有更欣赏、更能够让家庭变得更好的美，他们的家会更稳定，比你想象的还要完美。所以希望你们能变好，希望你们的婚姻能够未来走到老。你们就算给人就祝福了是吧？就婚姻都要走到老了，接了吧，接了吧。好，来，曲总啊！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走进婚姻啊？婚姻是成人的事儿，恋爱同样。别人接你上下学了，所以你这就是无理取闹，就在干嘛呀？在表现自己的掌控欲。你是真的不想让他去当兵吗？你只是想让他听你的而已。因为从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一直都听你的，一直宠着你，把你宠成了没边的小公主。到现在，他突然给你提出我有自己的梦想，要去完成梦想的时候，你就在想，哎，不行，这事儿也得听我的。我同意让你去，你才能去；我不同意让你去，你就不能去。这说到底是什么呀？掌控欲，自私。在这段感情当中，他一直在为你付出，你付出什么了？你一直在享受着他对你的付出，你口口声声说，男生就是应该宠着你。我告诉你，这世界上除了你爹妈会一辈子宠着你，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一直宠着你。他总有一天会受不了你的这种无理取闹，还有你的这种作，还有你所谓的撒娇。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是撒娇。什么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你呀？你的人生当中只有爱情吗？你爸妈听到这句话得哭死，把你养得这么大，养得这么漂亮，最后你的梦想就是嫁给一个男人，让你上这么多学，读这么多书干嘛呀？你以为你现在对他的掌控是在体现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占有主动权吗？不是，恰恰体现你没有自信，你的自卑，恰恰体现了这个男生的优秀，他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而你没有。姑娘，我们只能把爱情当作人生当中的一环，它绝对不能成为你整个人生。否则，当你把整个人生都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你的人生就完蛋了。记住了吗？谢谢。谢谢珊娜老师。我知道你陷入了2个圈套里面，第一个圈套其实很简单，舍不得嘛，舍不得每个人都会有嘛，是舍不得吧？想想你那个朋友那种相思之苦，你怕你自己受不了，对吧？第2个圈套不是他一贯的思维习惯吗？不就是比照吗？他只是说他去当兵，他没说他不要你或者不爱你，对吧？所以不要这么去比，这个比没有意义。他拿我和当兵、梦想和我哪个重要做了一个假设，所以他才会这么较劲嘛，对不对？那首诗你现在读起来就对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个自由现在看来其实就是一种信仰，一种梦想。所以要给他自由啊，给他梦想。我还真提醒你呢，这是优秀的。你这么一比，你不行了，你配不上人家了。你得按小鹏老师说的那种女人要求自己，这边能工作，那边能持家，有方式解决自己的思念。又知道丈夫回来的时候怎么有浓情蜜意，这还真是你要成长。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他当兵以后对他的成长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促进。别太自私了，这个关系里面我不想说什么，因为我挺喜欢他们俩的，
就男生有个男生的样，女生有个女生的样，反正我就享受恋爱，我就撒娇，我就对你好。我理解啊，这谈恋爱原本不就该这个样子吗？如果一个男生说我要去当兵，女生一句话都不说，就特别开心的说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这好像也不是爱吧？他一定是流着泪，然后说那你去，我等你回来，对吧？这才对吧？这是一个正常的，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年轻人，而且到这个岁数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嘛。我好好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好好在他实现他梦想的过程当中，你变得更成熟、更优秀，我觉得挺好的。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还是就是太不舍得你了，然后我可能有一点作吧，就是想让你留下来陪着我。来看看这对年轻的小恋人作何选择，请开门。快！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我们当初结婚就很坎坷，本想着婚后日子安稳幸福，但是却遇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他在处理自己家里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没有判断力，什么事都要揽过来，我也是心疼他。我妈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我必须无条件的照顾她一辈子，我希望她能够理解我。不光这些事，我们的孩子还有很多事情要管，他还说我处处跟他作对。我希望教育孩子是两个人有商有量，而不是天天跟我唱反调。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李先生39岁，来自四川外勤主管；女嘉宾薛女士41岁，来自四川职员。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啊？就这2天就满12周年了。我们恋爱长跑就打到7年，7年后才结的婚。就19年呗。对。啊，那就彼此太了解了，是吧？啊，咱们今天从哪儿开始说呀？本来我们2个人感情都挺好的，就是毕竟相处那么久才结的婚，对吧？都比较珍惜对方。但是现在从生活中呢，有很多琐事方面，我们2个很多就产生了矛盾。我对小孩子的是教育方面产生了矛盾，他对我方面呢也有不满之处。他总是认为我比较顾娘家嘛。我是12岁的时候，我爸爸是工伤去世了。我妈妈一个人都带我哥哥我们2个长大。他也一直没有改嫁。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很多人也给他介绍，他也不愿意。他认为要带着我哥哥我们2个，如果再嫁人的话，会对我们不好。所以他付出了前半生，我就想到后半生，我一定要对他很好。怎么谈那么久才结婚的呢？主要是因为他妈妈去世的早，他爸爸接着又给他娶了后妈，对他也不是很好。我这边呢，我妈也很辛苦，带着我们长大，她也想我嫁一个好的家庭。她就一直反对我们2个在一起。又想到她这个家庭很复杂，肯定以后我会过得很累。所以一直也反对，我也没得到她的祝福。但是我感觉她这个人挺好的。从多方面吧，最起码他也勤快，人也好，人品也好，所以我认定了穷一点没什么，家庭情况也不是问题。所以我们2个就是自己存钱，自己办婚礼，简单的办下婚礼，也没有说是大办。那个时候得到妈妈的祝福了吗？没有，但是妈妈还是拗不过我，但是还是比较心疼女儿，但是她还是默许了。我们结婚后还是对我们还是很好。那按理说这个。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7年，2个人就因为爱情在一起，
做了一切，结婚之后就应该顺顺当当的啦，怎么了呢？因为他妈跟他哥他们住在一起，然后经常容易吵架这些。他妈妈那边只要是打电话，他就会过去，就这样的。但是我妈妈带我带大很不容易嘛，我想到她前半生都为我们付出了，我后半生我肯定想着她有求必应嘛。本来中国的传统也就是把善孝为先，所以我感觉这也是理所当然，也并没有什么错。但你要分情况噻，比如说他像他哥生病这些啊，比如说你叫我帮忙，这是应该的，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他哥小孩，就是他侄儿嘛，生了病，那半夜3更的生病了。他妈妈打个电话过来，然后我们虽然住在一个城市，但是还是有点距离啊，就叫我们去。然后我觉得去也应该呀，但是你至少说要把你哥哥嫂子叫在一起，我们可以去。他妈妈就是反正我觉得哈，有点很偏爱他哥哥这些，也很惯他孙子这种嘛。对，侄子生病了，哥嫂不管吗？因为我哥怎么讲呢？可能脾气有时候不是很好。再说他认为在他们的感觉中，小孩子有时候生病也很正常，老人家都不一样。他感觉小孩子，特别他小嘛，当时比较小，他就半夜都容易发烧，一般发烧都是夜里2、3点。那不是应该他的母亲管吗？但他心疼他们2个，认为他们2个，上班也辛苦，就想着是找我嘛。我想着找我就接着嘛，不然的话我妈还是成夜睡不着觉，我是心疼我妈。所以这老公心里当然不舒服了。你们自己生的孩子你们自己不管，让个姑姑来管，挺匪夷所思的。还有什么事儿啊？因为我们之前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还差2万块钱，因为他哥那时候有钱，我觉得给他借点钱，因为平时我们帮忙啊这些啊，随时都是帮他们忙。我觉得肯定他哥哥要答应，结果他哥哥不答应，我就有点生气。因为平时我们帮很多忙，我觉得我把你当一家人，你没把我当一家人，是不是？更何况，就是之前我们还没结婚之前，他哥也给我借了，有4、5次吧，借钱借了4、5次，像我都答应了的。就我们买房子这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吧。就2万块钱没借啊，就一定定金都交了，但是他没借给我们。然后后来跟远方的一个表妹打电话，人家2话不说就转过来了，才把这个事解决了。所以丈夫会觉得，我们付出这么多，哪怕亲情上能有一个互动，发现亲情也没互动，但是你并不觉得有错，对不对？但是我想到这些事情又不是我妈的错，又不是我妈说不让借，对吧？是哥哥的事情。但是就事论事，这与我妈没关系嘛。我孝顺我妈和哥哥这2边是2回事。这件事是你哥的事情嘛？但是很多时候哈，包括你妈，我觉得她很惯着他哥哥，他哥哥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还惯着他干嘛呢？问题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还有一次就是他们吵架了吧，然后我们就是他妈妈跟哥哥吵架了啊，他哥哥脾气有点不好，然后吵架之后，我们都过去接他，把他妈妈和他孙子就是侄儿嘛也接过来，在我们这里住，但一住就住几个月，到开学的时候，然后升学刚好是上初中，这些都要跑很多地方，需要一些资料。你说这个你当父母的肯定要有责任心去管理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当姑姑的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妈是心疼他们，他又找到我，我不能不管啊。他又是哭又是闹，你说我怎么办？我不能就不管也不问嘛。但是我就是不能理解啊，这样你妈妈，其实我也很心疼他妈妈的，但是你不能老是惯着他，这样不好吧？不是，而且一点责任心都没有。这个母亲不是也剥夺了儿子和儿媳带自己孩子的权利吗？你就2种，要不然就是你哥嫂极其没有责任心，要不然就是你妈这太越位了，这有点听不下去了。等于你现在在行使你侄儿母亲的权利吗？是。您是不是在心里其实挺心疼你媳妇儿的？是啊，他心疼他妈，我也心疼我媳妇啊，是不是啊？问题是他有什么事我也跟着去啊。但是我妈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付出了可以说为我哥我们2个付出了一辈子。我妈到现在享过福没有？没有。到现在的话，现在就为了我侄儿，你说他现在他的全部都是我侄儿，我肯定也是为了他，对吧？他前半辈子都给了我们。不是，这不是心疼你吗？这些事情就是说，妈妈做的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作为女儿的，我是有很多方面我是不好直说，对吧？妈妈有事情来解决嘛，我们就一起解决嘛，你不要纠结嘛。这不是心疼你吗？人家也没有说不做嘛，你不能拿一个孝顺你压死所有爱你的人啊！你欺负爱你的人，
行，关于妈妈的问题，我们听到这儿啊，我明白先生心里的苦。咱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孩子教育问题。小孩子读小学了，他又很心疼女儿，他就在那个学校隔壁租一套房子。你说浪费那些钱干嘛？这不很正常吗？租个房子怎么了？有房子住，为什么要去专门租房子去住呢？那不是远一点吗？远多少嘛？才几十分钟。就像有的地方很偏远的地方，人家走路还1个小时、2个小时，偏远的地方还不是走很长时间，人家读书那么艰苦都可以，他这个20分钟都不能走吗？我是觉得小孩住，我感觉你自己在惯他，在纵容他，太溺爱他。问题是我们2个都要上班，是不是？早上起得那么早，然后你孩子又那么远，晚上有时候没回来到，孩子可以自己回家，他妈妈大一点嘛。你做近一点的话，一个比较安全，他放学了他可以自己回去。就这样的，有时候我回来不了。那是纵容他，一在他都有一种那个起床气，你没发现吗？自从坐学校边上了，天天早上8点10分到校，他天天都7点半才起床，闹钟响了一遍又一遍，你还要去逗他，还要去给他变魔术，还要怎么逗他开心了才起床？你感觉这种行为好吗？你当我一个父亲的，你太溺爱了，你感觉好吗？我感觉不好。好，还有什么？还有他学习方面。小孩子有一次，我是晚上我都很少和朋友们聚餐了，因为带了小孩过后，就都是比较按点回家。但是就是有一次晚上聚餐回去有点晚了，小孩子每次他们的功课抓的也比较严，还要签字，他都没有给我签字，等着我。那时候我回去还不算晚，才9点，小孩子那时候还没吃饭，还在拖拉，还有其他的作业还没写。我不是在煮饭吗？我也有事啊，你不是说交给你管吗？交给我管，但是问题是随时你要变通一下呀，不能说是专门等到我，如果我回来很晚，要12点钟，你等到我12点钟了，小孩子不用睡觉吗？我要求他12点之前所有东西收拾好，哪怕他不睡觉也收拾好，养成好的习惯。但是这个习惯都没养好，没好的习惯怎么会学习好呢？他对学习方面你不严一点，现在不吃一点学习的苦，到时候你吃的到处都是生活上的苦，生活上苦比现在还要难，对不对？他就吃了这几年苦而已。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妻子对你女儿的教育特别严厉？是的。她要做错题的话，你妻子一般什么态度？还有说，上课没认真听讲，反正就要吵，有时候。也并不是因为给他讲到，他就不是那么耐心的听，有时候听了过后，你在那里还要讲，哎呀，就是这样的，是很难理解。怎么样，你就这样讲。首先你要和我2个一起站在一条战线上，对吧？一起来教他，给他讲学习方面。你在那里纵容他，哎呀，这么难，我就不会，他不会是应该的，肯定好多都不会。哎呀，不会，都明天再问老师。他就会那种依赖思想，就会这样想。哎呀，我不会，爸爸都说了，哎呀，无所谓了，肯定很多同学都不会。我打个电话问下同学，哎，没做，哎，明天再问老师。你感觉这样好不好？当天的事当天做，不可以吗？那你对他那么凶的话，那我再对他凶一点，那孩子会怎么想呢？行，好，听懂了。学习上很严厉，生活上应该老公挺宠闺女儿是吧？很纵容小孩子买东西，什么每一学期一个书包，要什么书包就给他买。首先他坏了没有，烂了没有，破了没有，他又不爱惜，你为什么每个学期给他买？书包、文具盒，什么都给他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这样呢？难道是我妈妈问我就是有求必应，你也是这样故意气我、报复我吗？丈夫抱怨妻子太顾娘家，这和妻子的出身还真有关系。你想，他的母亲在这么年轻、丧偶，但没有改嫁，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一对儿女，所以作为女儿，她的想法很简单：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她认为妈妈找我，我有求必应，那就是孝。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对老人的溺爱，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做妻子的没有去考虑做丈夫的感受。如果事事不去找儿子，只找女儿，而且事事都需要女儿和女婿去呵护，甚至大动干戈，1、2次可以，长年累月他肯定受不了。所以丈夫有点抱怨，
我认为很正常，很正常。那么又回到了你们的女儿了，你们的女儿让我的感受，爸爸也好，妈妈也好，都是100%爱自己的女儿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们的方式呢，一个过于溺爱，一个过于严厉。过于溺爱对孩子显然是有害的，但是过于严厉呢，对孩子也同样是有害的。这一个害有时候还不亚于溺爱。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的矛盾，无论是对老人的还是对孩子的，我认为就是一个字：度。所以我在想，解决问题终极一个字：度，好不好？谢谢博宏兄。周老师，你想欺负他到什么时候？还要欺负多少年？如果他不离不弃，他凭什么不离不弃？他凭什么把爱给到你，任你糟蹋呢？咱们今天就来就事论事一下，哥哥的孩子该不该他自己管？该还是不该？那凭什么你要管？你可以尽到姑姑的爱心，但是你是没资格管的，因为他应该由亲生父母来管。所以你到底在做什么？那这个男人呢？他上班辛苦吗？他不上班吗？他半夜起来他不辛苦吗？他爱你，你爱他在哪里呢？你高举尽孝大棒，直接把他打压了，那他的爱在哪里？你给他的尊重在哪里？一个男人陪着你总共19年了，你给他的爱又在哪里？你给他的尊重有吗？同样，我想跟男生说，你老婆内心的确对他妈妈有愧，所以这个时候，在他最需要爱的时候，你适当也需要给他一些，因为她是需要得到爱的女人。你可以把你给女儿的爱，同时平等的给到她一些。你不是光帮她做事儿，你帮她做事儿，她感受不到爱，她需要温软的呵护，给她一点呵护，让她体会一下真正做女人的幸福。所以你宠爱她吧，也许她才是你们家最需要被宠爱的那个小女生。哎，谢谢周老师。徐总啊，女生一定知道溺爱不对，是吧？对吗？对，善良就是最大的恶。我们可以尽孝，但不能愚孝。他凭什么要对你妈好啊？凭什么要跟你一起愚孝呢？那还不是因为爱你，爱屋及乌吗？否则没有你，他认识你妈和你哥算个谁呀？这件事很好理解，翻回来，你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婆婆，所以你才为所欲为。但凡你有婆婆，你试试她对婆婆，她家里面有个妹妹，妹妹和妹夫什么都不管，然后她去管她妹妹和妹夫的孩子。妈再有个什么事儿，半夜3更就找你们，你得爬起来去，你去吗？所以就是换位思考嘛，就是惯的，丈夫惯你，宠着你，什么都陪着你，惯的就没样了。然后你们两个人缺少沟通，缺少到什么程度？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你回来晚了，女儿这道题不会，你就不能提前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我今天晚回来一点儿，你去看一看女儿的作业，签个字儿，让她早点睡觉。然后回来还怪啊，我不说你就不管啊。一个家如果真的分工明确到这个地步，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情感的流通吗？你们两个人有沟通吗？你对你的丈夫从来不认可，对你的女儿从来不认可，他们做什么都不满意。所以我并不觉得你丈夫溺爱你的女儿，我觉得很正常，对一个女儿这样很正常。女孩就是要呵护她长大，这样她以后才不会被那些混小子所骗。你好好想想吧。啊，谢谢珊娜老师啊。哎，就事论事，肯定是你错了，你错得一塌糊涂。夫妻关系就是你们俩要好嘛，啊，你们俩还是要相爱的，啊。之所以指出这些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让你有个意识，啊，别老是别人什么都给你做了，还在那儿不领情的。你现在不是把他当老公，他现在是老工具，所求不是这么所求的。
他也有他的问题呢，他心里也很难啊，只是不说呀。你就让他把所有的爱给闺女儿嘛，那怎么办啊？你又不爱他，而且你确实不爱他，因为最爱的是自己，自我承认是他的第一位，那你让人家好好的爱闺女儿去呗。我怎么不爱他？不爱他，我不会说他一无所有我都嫁给他，不顾家人的所有反对我就嫁给他。你哪来的那么多的优越感去这么欺负一个爱你的男人？我只是想让你觉醒，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就说家庭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个人。希望您未来能好好的多爱爱他，彼此珍惜对方，好好相爱吧。该改的要改一改，改不了你放过他，行吗？一起进入真情60秒。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记住啊，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看这对夫妻再相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请开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对相爱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走进京云中央厨房，走进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老师，我老公负债，然后呢，他压力很大，我一个人在家，他在外面，每天都不理我。我想离婚，可是又舍不得孩子。那现在呢，我老公他也生病了，我该如何是好？他不理你，多半的原因是因为他负债压力大。那现在我想他生病了，肯定不会不理你啊。如果你想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理你，那趁他生病的时候，肯定是一个缓和关系的时机。但如果你想离婚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不理你，还有其他更多的原因，那你也可以选择一走了之，但从此就再无缓和之地了。你要想好。要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